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假日好，欢迎您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到美国跟伊朗的局势其实又处于一个极度紧张的一个对峙状态目前有2个争点一个就是在外交谈判又陷入了僵局，再来就是航道封锁战其实是再次升级。好，我们前几天曾经跟观众朋友讲过说川普说他要封锁的是伊朗的港口。好，现在呢，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又特别再出招了说他会关闭赫姆兹到美国解封港口。好，说接近赫姆兹海峡都会被视为跟敌对势力来合作。好，说任何违反命令的船只都会成为一个攻击的目标。那所有的船只都不得离开他们在波斯湾或是阿曼的这个锚地。好，那现在革命卫队还向油轮传达出一个关闭赫姆兹海峡的音频录音。好，我们带大家来听一下。In Persian Gulf and Oman Sea, this is Iranian Sepah Navy calling you on Channel 16.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still closed. We will open it by the order of our leader Imam Khamenei, not by the tweets of some idiots. If you wan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you must ask permission from Iranian Sepah Navy. All vessels that have a connection with our enemies will be targeted if they try to pass the Strait of Hormuz out. 好，刚刚说了 Who is idiom 呢？这个刚刚里头有讲到 idiom 那当然这个很爱发贴文的是谁我观众朋友应该有所得知。好，那当然我觉得释出这样子的音频也是告诉大家说这是来真的并不是说说而已。好，那现在印度籍的邮轮试图穿越赫姆兹海峡，也说遭到开火逼退好，就当天有2艘试图通过海峡的船舶被几艘伊朗的革命卫队海军有开炮来逼退。好，那其中一艘船是印度的邮轮。好，这个船的旗帜是印度的邮轮。那据报有另外一艘的这个货轮在距离阿曼海岸46公里的海域被一枚未知的发射体击中而受损了。好，所以现在还有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是伊朗有他们的蚊子舰队，说这是他们的海军力量的核心也就是潜伏在暗处，那是美军在赫姆兹海峡的主要威胁。那有军事专家就分析说这一支海上的游击队专注在非对称的作战，那就是不依赖大型战舰跟传统的海战，而是依靠突袭还有撤退。那这些快艇的体积大小呢，其实无法在卫星影像上面来显示。他们停泊好在沿着岸石海岸线开凿的深洞码头上面，其实随时可以部署发射飞弹还有无人机，所以才说这是美军蛮大的一个威胁因为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那现在呢，伊朗也说他们决心要控制海峡的交通，那川普则是跟伊朗有一些隔空互杠我们看到川普讲说美伊之间的沟通仍然在进行，而且进展的相当正面即使伊朗试图封锁该水道，那伊朗都已经讲说他们就要控制赫姆兹海峡持续封锁，那川普还是可以把这个话讲的是说很正面大家都不知道正面在哪里，但是可以看到说这个川普似乎有点恼羞成怒好，因为18号他在白宫亲自跟媒体来进行回应。好，那当然就直说因为这个川普这个伊朗是意图要再次的关闭海峡，不过美方绝对不会被他勒索，那甚至他还批评伊朗有点耍小聪明，一如过去47年来那样当然话中是明显带有非常大的不满。好，那因为赫姆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封起来了嘛说再现一个危机，伊朗这边又出招了，所以川普还召开了白宫战情室的会议，说他在上午的时候有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跟多位的高层官员来讨论赫姆兹海峡的一个新危机，那还有跟伊朗的谈判事情。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战情是开的薄虾滑意所以当有记者问到川普提问的时候，川普竟然反应非常大，我们听一下。Thank you very much.
好，他直接回答 out 哦，叫这个记者出去哦，哇，非常不尊重媒体记者哦。好，那当然现在美军哦是希望能够升级对于伊朗的行动，那怎么升级呢？哦，好，那美方哦看起来也会抓哈，那你现在哦对我实施了这个相关的反制，那我就对你伊朗哦扣押全球跟你有关的船只。好，说美军已经准备在未来几天要拦查登检跟伊朗有关的邮轮，好，并对任何在国际水域协助伊朗的商船实施扣押。好，那这个举动显示美方对伊朗的海上打击行动就扩大到中东以外的地区。好，但当然有分析说啊，那之前你不是也就是制裁伊朗嘛？那都已经是这样的状态了，有差吗？好，那现在川普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他也是 liar 你可以看到有人做这个 Liar in Chief 还有这个 The Lion King 因为伊朗的媒体也说啊，他在任职总统的期间我觉得伊朗媒体很厉害，他怎么算出来的他发表了55,654则的虚假声明，然后每一条都在精算吗？还是用 AI 我不知道啦反正他说他平均每天说谎是将近98条。好，那伊伦当然也不敢说他说谎啊。我常常在节目上都说他只能打2折，或是打1折确实他的话语常常让人家听着摸不着头绪就觉得说好像说的太满了好，所以川普说什么都被否认，有人就做梗图啊他每次都讲说我跟习近平达成协议但是习近平说 No I didn't 还有那个我协议停火，但是印度的总理莫迪就说 No he didn't 那当然还有说伊朗打给我，但伊朗这边就说没有，我们没有。还有说普京说我是天才，然后普京就说我没有啊。那当然大家做的这梗图的意思就是说啊，每次川普说什么事情都遭到另外一方的这个领导人的否认啦。好，那这个当然也不是新闻但我们知道川普现在跟伊朗的情势真的还是陷入在一个困局当中，因为伊朗的牌还是可以持续出啊，尤其在赫姆兹海峡的部分我们看到伊朗还是从从容容。我们先问的是将军。川普他什么时候在说谎呢？我跟你讲，他每天晚上，怎么每天晚上？因为他年纪大了，睡不着觉是不是？对，他每天晚上，这个80岁的老人家晚上真的会睡不着，他晚上就在那边胡思乱想，想白天的事情，然后他就在他的出租手，以前的人是去屋顶唱歌，对，现在是他在他的出租手上贴文，然后那些文就大嘴巴，有该讲的也该讲的不讲，不该讲的就乱讲。那这次伊朗又把荷姆兹海峡封锁起来，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我们都知道今天是礼拜天嘛，昨天是礼拜六，周末时间，合理来讲的话，这个川普按照他周末时间，他都去回他的海湖庄园去度假。就这个时间点是周末的时间，他居然没有去度假，他留在白宫战情室里面开会。所以就包括到白宫的幕僚都认为说，这次伊朗又把荷姆兹海峡再封锁起来，对全世界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一件大事。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而且距离这个停战时间21号，这个美国时间21号停战，这个2周就结束了。那紧接着下来22号会不会继续开战？那其实白宫的不管是他们五角大厦的幕僚或者是这个财经团队我想国安团队都非常的紧张，这个严阵以待，所以把川普把他叫回到白宫战情室来开这个会。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其实事情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只是说我们大家已经被这个川普这段时间，不管他假扮上帝啦，或者他胡言乱语啦，大家已经被他搞到已经这个麻痹了，已经不觉得事情严重性。但是我认为说这个时间在白宫战情室开会，事实上代表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为什么这次这个伊朗又把荷姆兹海峡又关闭？我觉得就是川普个人的问题。你知道这个一场仗这个伊朗跟美国在这个他如果说按照川普所讲的，事实上这个恩怨情仇已经47年了，但之前都没有因此而开战。那这场战争打了40天左右，你想怎么可能靠着1次或2次的会议就取得一个圆满双方都同意的一个不管是和谈的一个条件？我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能，大家还南辕北辙，这有赖于双方的领导者彼此的耐心跟协调，还有中间斡旋的大国之间的这个居中来协调，才有可能得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停火的一个条件。那怎么可能借着1次谈判就圆满达到双方所要的东西？我们看到伊朗事实上之前已经释放出一些善意，
他说我可以开放荷姆兹海峡哈，然后让这些船只可以经过，但是有几个条件，他当然一定要有一些条件，他不可能说完全又恢复到战前嘛。这场仗打了40天，他这个有1000多名的这种人民或者官兵阵亡，他一定会有一些条件，譬如说他规定说一定要经过他同意，或者只能走哪一侧的海道。可是他最起码，我不是海盗，不是强盗的盗，是水道的道，这个航路。然后哪一些船只除了美国跟以色列以外，他都愿意让他们走。事实上，伊朗已经知道，基于这个压已经，就没想到美国在这个时候封锁荷姆兹海峡。但是他封锁荷姆兹海峡，针对的是从伊朗港口出来的。那伊朗不是这样好，你只是针对我来，所以那既然说大家都不要，既然你封锁我港口，那就叫大家都不要走。所以我觉得川普人家这个当一个国家领袖，应该是这个已经就算是谈到8、9分了，你都要守口如瓶，不到最后关头你都不应该讲出来。但是很明显的，川普这是只有讲1分，他就大肆宣传讲10分，那整个破局不就是因为川普的大嘴巴让整个荷姆兹海峡开放又破局，就是因为他的大嘴巴在那边乱讲话，造成伊朗又把海峡整个又封锁了。在外交谈判的时候话太多，有时候也是蛮可怕的哦。彬哥怎么看？我觉得这次很明显，就是川普他极限施压这一套玩得过头，玩过头之后遇到一个忍耐性比他更强的伊朗，他就倒大霉了。那这个已经反反复复多少次，一下说开放，一下不开放，已经搞得乱七八糟了。那请问一下，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现在伊朗革命卫队又开始攻击船只了，那怎么办？一切又回到原点嘛。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就是闭上他的嘴巴，不要再讲话。连莱尔校长，人家团结10讲讲到4讲，就知道不要讲了，赶快收兵。停了，对不对？对啊。然后川普就不知道，其实每一次看起来谈判稍有进展的时候，他就开始大放厥词，然后一讲，伊朗人都没有火了，又重新开始。那这样搞干什么呢？他不讲话很难吗？我就觉得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了？但是这恐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他就是忍不住要讲话，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表现是越来越焦躁。为什么他今天那个开会的时候，记者问他问题，他直接叫 out？ 那当然是他极度不耐烦，他已经完全不想再去解释这些东西。川普本来对记者态度就不友善，任何记者只要问他不想听的话题，他都会当场羞辱他。可是现在的反应其实很明显的告诉大家，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过去这段时间他都用什么？美国已经赢了，我们都赢了，我们已经结束了，战争已经结束了。对啊，就讲了个半天，你一直拖到这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荷姆兹海峡仍然封锁，你美国还是拿伊朗毫无办法，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嘛。所以现在他会被封为 liar， 很正常啊。所以你看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我们早就已经出现一个 liar， 然后现在美国也跟上。那可是问题是，开玩笑归开玩笑，事情要解决啊。那到底要怎么解决呢？其实你从这几次谈判过程来看的话，伊朗方面还是有他的主战派跟反战派。那反战派这边认为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和谈下来比较好。可是反战派现在就一直拿着美国人反反复复的态度拿出来讲说，你看他们又在乱讲话，你看他们又在威胁我们。所以其实之前我相信伊朗受到相当程度的创伤，所以他们内部的反战派的声音是比较大。所以才促成了这个和谈。可是问题是，当川普一变再变，然后每一次都用语带威胁的方式，现在搞得很多人，大概伊朗内部的很多声音也不耐烦了。所以革命卫队这时候突然又窜起来。那革命卫队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缠的东西，它的武力很强吗？跟美军比当然不强，可是它总是能够经过不计代价的牺牲，跟这种不对称的战力，就是骚扰你。像他现在弄这个蚊子舰队，他躲在那个岩洞里头，基本上他对美军是没辙了，也不太容易造成什么伤害。可是问题是，那些油轮每一个都庞然大物，连转动都很困难。你说这些小艇，他用无人机、用飞弹，甚至用机炮，他真的打不中这些货轮吗？我看那些货轮想跑都跑不掉。所以只要这个威胁存在，荷姆兹海峡就很难开放，你就算美军来也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川普如果真的希望这个谈判能够持续下去的话，这一段时间应该尽量不要讲话，让谈判人好好去谈判，尽量不要作声，等到谈判真的有结果出来再说。他如果持续这样不断的放话，只是在不断的扰乱，到最后搞不好搞了个半天，大家又打起来。
他可能又用他过去那种在商场界那一招，但现在在国际政治上面其实不太管用吼。那因为说22号可能就是停火的期限了嘛，因为14天到了，那下一轮的谈判呢，大钟教授？因为本来大家是预期说可能就在这2天这2-3天会有在这个新的进展在伊斯兰马巴德举行第2轮的谈判但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讯息都没有办法确定。那反而是让大家比较意外的是这个荷姆兹海峡才开了24小时马上要不开。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但有个因素就是可能就像刚才所提到，因为川普的风格就是输人不输阵，里子面子我都要赢所以他有一些他的讲法比如说当初伊朗愿意说是暂时的这个开放荷姆兹海峡，他可能预期的是美国部分要解除你的封锁，对伊朗的封锁，这样子比较对等。否则我在上谈判桌之前，我荷姆兹海峡已经部分的这个开放，那我就少一个筹码。照理说应该有个默契，或是一个比较期待或者比较对等的行为。但是川普把这个事情是非常这个大肆的宣传说这个伊朗已经做了重大让步，然后好像协议已经是几乎已经要达成。这时候这个伊朗才又赶快又改变他的一个政策，又对荷姆兹海峡做封锁，所以是目前状况是如此。但是被攻击的是印度的2艘船，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另外2艘也被攻击。但我们要知道说伊朗目前所谓的这个干扰荷姆兹海峡或封锁荷姆兹海峡，它并不具有那种集成大型这种邮轮的能力因为这种邮轮呢，动辄20万吨、30万吨、40万吨，它的方向它很庞然大物。速度不快但是你要把它集成很困难因为大概都是双船壳的设计，有很多独立的隔舱但是基本上伊朗要做的就是我心理上的压力给你，即便是我对你进行很轻微的攻击让你受损，让你有一些小型火灾，基本上这样就够了。所以我们看到过去24小时革命卫队做的大部分就是无线电警告，很多船就乖乖的就掉头，改变航道，就往这个本来要尝试要这个突破的就回去了。那如果你再不接受的话，它可能最简单是小艇就出来，那小艇上面可能就是轻武器或是 RPG， 这样的就足以让这些大型的船只就往后撤。所以目前来说，这些大型的包括邮轮，还有这个装载这个液态天然气的船，大概还有300-400艘这么多。那大家第二个问题是，美国不是已经宣称说伊朗海军没有了，空军没有了，那为什么还有这样的能力？那的确就是刚才所提到，伊朗还是具有这种不对称的优势，还有地理上的优势，因为它的这个部署大概都是分散的部署、掩蔽的部署，不只是沿岸，还有包括这几个控制的岛屿。那其实这里面还是一个非常弹性的、非常高机动性的一个部署。所以美国即便是经过它的这个卫星的侦察、空政的侦察，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一目了然去锁定它。所以这就是目前美国的困境了。所以说，美国要突破这种困境，又陷入到另外一个两难，就是除非你去占领这些岛屿，除非你真的有办法去控制伊朗所占有的这个波斯湾沿岸，否则你目前状况就是如此。伊朗用这么小的成本达到这么大的效果，好，所谓的防御之狐啦，但是如果真的要去占领这些岛屿，就等于是变相在发动地面战那这样子美方可能也会错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当然我们看到目前伊朗的态势我感觉还蛮有底气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人呢，其实目前还没有看到他本人出现，但是声明一直都在。好，就是穆杰塔巴，好，他是新的伊朗最高领袖因为他的父亲哈米尼在这个战事一开始就被斩首了好，这穆杰塔巴他怎么说呢？这是声明啦他说正如其无人机如闪电般打击美国跟犹太复国主义的犯罪。他说，伊朗英勇的海军也已准备好让敌人尝到新的失败苦果。好，所以现在大家就想说哇，伊朗好像还是持续有想要继续的攻击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顾问就有特别讲说，当前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生产仍然持续进行，如果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就会动用在今年4月下旬
生产的飞弹还有无人机。好，这个时间点跟现在其实几乎是同等的，就等于说他们一直都有持续的在生产无人机还有飞弹。好，有这样子的意味。好，那伊朗仍然保存战前大约70%的飞弹库存跟60%的发射装置。这是纽时报道说，美国的情报自己也评估说伊朗可能还是拥有战前大约70%的弹道飞弹库存，还有大约60%的飞弹发射器，所以这个国家还保留大约40%的无人机武库。好，那当然我们也会想说，怎么跟之前这个川普常常说的都不太一样？其实是不是伊朗还是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呢？那伊朗的防空司令则说他们的斋戒月战争当中击落了有170架敌方的无人机。那他的斋戒月战争就是在美国以色列这冲突期间，那伊朗的军队击落了他们有170架敌方的无人机。那还说这些无人机包含了是赫尔墨斯900、MQ9 还有苍鹭等先行的型号。那也说伊朗在停火前的最后几天也击落了一架在波斯湾上空的美国 MQ4C 的侦察机。那现在呢，大家就想说伊朗的状况看起来还是蛮有实力的那美军这边呢，美国海军其实最新也发布了照片。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在这个舰上都是伙食不错，也就是林肯号跟迪黎波里号水兵的一些新鲜的餐食。那当然就是要平息最近有传闻说他们有缺食的状态。你可以看到大家真的吃得蛮好的好，那当然还有一些美国的美军中东前线被迫伙食只有碎肉跟玉米饼。但是呢，这一些画面就被发现说，你看这个。映照过来，这边多一根手指有眼尖的网友说，这根本就是 AI 图被抓到了有这种感觉。那现在看起来似乎想要平息粉饰太平但真的眼尖的网友很多。那以色列的媒体则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了一个新黄线，那希望能够实行加萨的模式。那这部分要划定一个黄线的缓冲区，要设置障碍，阻止居民返回家园。要清除的就是在那边的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同时加强了延伸到黎南这个布利塔尼河的沿岸多层的防线。那伊朗这边有一个红星月会说伊朗的政权跟美国在空袭之后，其实有相关的影片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跟这个政权跟美国空袭之后，有一家医院竟然遭受到战争罪行跟破坏，没有公开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医护人员其实是赶快的保护病患跟患者那当然很多人说攻击医院是最不人道，而且是最卑鄙的方式那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说在45天的战斗当中像188辆的梅卡瓦坦克，还有16辆的军事推土机以及21辆的装甲运兵发起了一些袭击。那说这冲突分布在的就是黎巴嫩的南部边境地带以及整个边境线。那现在呢，川普也突然说这个以色列是美国伟大的盟友。他说大家不管你们喜不喜欢以色列他们都已经证明了他们是美国一个伟大的盟友。那以色列人勇敢、大胆、忠诚、聪明不像一些其他国家在冲突跟压力时就暴露了真正的面目。好，他到底在讲谁？大家应该能理解NATO 好，那当然前白宫律师有爆料说，川普表现出一个典型的失智症状。说被纳坦雅胡利用卷入伊朗的战事。这是这个前白宫的一个律师泰科布，他说他对于这个川普的精神状态认为他已经出现了恶化且加速的认知退化，显然已经精神失常，根本不适合继续的执政。好，所以呢，这个纳坦雅胡现在被认为根本就在操控川普。那也有人做了 AI 影片，我们来看一下。Please quit! Why are they not quitting? Oh, come on. Hold on, let me help you. 好，可以看到这个纳坦雅胡起身帮他转这个轴就代表这个川普根本就是一个傀儡的角色。好，那当然看到了伊朗目前的底气似乎还蛮足够的，其实就连美国的情报都认为他们还有蛮大量的飞弹库存的。好，我们要先问将军怎么看？大家一定会很讶异这到底是不是真的？美军居然会让他的官兵饿肚子，没有伙食吃这个美国可以这么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战力，居然连兵都喂不饱。我们经常有一句话，中国有一句俗语叫“皇帝不拆恶兵”哈，所以说你让士兵打仗之前吃饱食物，吃好的食物是非常重要的。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看哈这个包括在战场上面，我们都想办法要供应热食哈。对，就是如果说非不必要的话，绝对一定是让官兵能够吃到热食啊，在战场上面都是如此，实在是迫不得已才开始用口粮。所以当过兵的都一定听过一句，这个班长下达命令的时候去，这个每人配发口粮1餐份，没有命令不得食用。这句话意思就代表说，你带一包口粮，真的没有必要，你不要去用它。那你平常的时候一定会想办法给你热食。所以说，每一个营级都有一个实行班伙房班，那为了铁锅大饭，埋锅造饭，就是希望官兵能够吃到热食。那大家一定会很压抑，堂堂美国居然在航空母舰上面让官兵吃不饱。但是大家怀疑是真的假的？我跟各位讲是真的哈。我给各位看一张照片，在这边这个帮我拍一下这张照片。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哈，叫做塞拉莱港哈。这个在阿曼的南边有一个塞拉莱港，然后北边这边是伊朗，中间是隔着荷姆兹海峡，在这个地方。其实你知道，在3月28号那天，伊朗发射了2架无人机，就攻打这个塞拉莱港，然后命中了美军的一艘这个所谓的支援补给舰被打中了。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过就是这个一艘支援补给舰，又不是这个波克级的驱逐舰，又不是林肯号航空母舰，那打到一艘补给舰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关系就在这个地方。现在马上兑现，因为那艘补给舰，我相信就是对这个林肯号或者是对迪里波里号官兵送饮食、送热食过去，因为顾名思义嘛，补给舰。那为什么这艘军舰停在这个地方会被打？大家看到刚刚地图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在阿曼的南边就这些舰上的官兵认为说是不可能打到我这边嘛，隔着一个阿曼，隔着一个波斯湾，伊朗的导弹不可能打这么远，所以他们是一点敌情观念都没有，一点防护准备都没有，就没想到这个伊朗这个飞机无人机居然可以穿越整个波斯湾跟整个阿曼的国土，然后命中这艘补给舰。所以我们知道战场的时候，我们讲说后勤很重要，后勤有几样后勤，第一个是补给嘛，最重要是补给，补给有什么人吃的，就是一定要有食物可以吃。第二个是这个飞机、战车要用的油料，还有第三个是弹药，这是后勤补给类的3大补给品，就是这个。那你美国现在如果说连官兵都吃不好，代表你的整个战力来讲士气非常低落。如果说美国这个22号如果一旦开战，我认为美国士气一定是非常的低落。从几件事情可以看出来，第一个我们讲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当你第一场仗你没办法获胜，之前呢打了40天没办法获胜，那经过2个礼拜的这种停战之后，你说再打，美国士气会不会再而衰？就很明显衰落。第二个，你看官兵吃不到伙食，代表他补给问题。如果说连这个食物都送不了给官兵，那你想想看，油料可以补充够吗？你再想想看，弹药可以补充过吗？这个最简单的食物你都送不到，那更不要说油料跟弹药。第三个，我们看到福特号失火那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知识体大，代表说是福特号官兵上面，我们都知道已经这个长达这个290几天，将近300天的部署在海外，其实官兵都很想回家，尤其这场是不正义之战这个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所以我认为美军如果说4月20号再打的话，可能在士气方面确实是一大隐忧。好，可能就会面临了这个再而衰的阶段彬哥怎么看？你看纽时这个报道说，它还保有70%的弹道飞弹跟60%的飞弹发射器，还有40%的无人机武库。那代表过去以色列跟美国进行了1万多次的轰炸，这个效果不彰。所以伊朗的战力还是超出了美国跟以色列的预期。那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他本来自称自己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海空军，那为什么还会选择停战谈和？其实很明显的，就是美国自己知道，自己光用空袭的方式，恐怕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跟无人机。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只好停下来，因为他自己伊朗的库存没有枯竭，他自己反而快枯竭，所以他利用这个停战的机会。我想美国的算盘就是，我现在跟你谈，然后我就赶快从各地把这些库存调过来补充。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如果美国未来假设真的重新又开战，美国没有办法去抓到它的无人机生产线跟这个导弹生产线，
那就变成这场仗，美国又不派地面部队进去的话，就是伊朗永远都有新的导弹跟无人机出来跟你对抗。那美国要生产这些先进的防空武器跟弹药，远远不如伊朗的速度。那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打得越久，反而对美国越不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美国现在一个进退不得的窘境的一个状况，也就是看起来在战术上它好像大获成功，可是实际上它真正要达到的战略目标都达不到。而且紧接着，如果这场战争持续拉长的话，不仅在政治上对川普来讲极端不利，甚至在真正的战术上面，美军也可能倾向不利。为什么？因为它是这个劳师远征啊，它是远征上万公里之外，它很多补给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主场啊，对啊，所以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川普最近这一阵对北约盟友越来越暴跳如雷，越来越不能忍受，因为我觉得他心里头在想的是，你们怎么还不赶快过来帮我？可是他又讲不出来，你知道吗？而且他心里头大概也有数，北约这些国家说要来帮忙，可是也不是真的帮。因为最近不是就有消息出来吗？北约这些国家打算另起炉灶，另外去找中国大陆跟印度，看看是不是从另外一个方式绕过美国去跟伊朗谈，是不是看？反正你针对的，因为伊朗从头到尾一直说他针对的是美国跟以色列，那我们跟美国跟以色列无关，那你可不可以让我们过？就是这场战争就停留在美国、以色列跟伊朗就好，跟我们其他国家无关。那当然这只是一种想法，要达成也是很困难，而且中国也未必会愿意介入。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北约想要绕过美国而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美国的暴跳如雷就可想而知了。那现在他前2天就是绕过纳坦雅胡，自己说以离停火，现在突然又大战纳坦雅胡。其实我觉得川普现在是承受各方的压力，包括这个国内犹太人的压力，所以处境越来越困难的川普，真的让自己看起来真的很像一个发条机器人，不断的等着纳坦雅胡在转动。对，而且有一点精神分裂的感觉哦。好，大众教授怎么看？因为最近的确在美国的政坛上有一些包括民主党的人士或是像前 CIA 的局长或是像前白宫的这个法律顾问会提出来说总统好像这个没有办法是好好的去做决策在身心上都有一些状况。所以开始在讨论到过去我们比较少讨论到的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第25修正案呢，其实跟当年甘乃迪被刺杀相关因为美国宪法原本的规定总统、副总统的继任还有代理并没有规范的这么详细所以1967年之后第25修正案通过。但25修正案到底跟川普什么关系其实它大概有2点，第3节跟第4节。第3节怎么说就是说当总统他是主动交付权力，比如说他认为他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做事情，大部分就是身体健康检查、做手术要麻醉，所以可以主动通知国会一段的时间里面，我的权力要移交给副总统，副总统做代理总统。历史上发生非常非常多次，因为很正常。那是第3节，但第4节呢是总统是被动权力被剥夺，意思是说，当副总统跟这个内阁成员过半之上，觉得总统生理状况有问题，重大健康议题昏迷不能够做决策，这时候他们可以向国会提出声明说，我们由副总统来接替总统的这个权利。但是这个纷争就是可能总统觉得他好好的，所以这时候假设总统再用书面声明说我没事我可以，其实这权利就要回到总统身上。但假设根据25修正案的第4节，假设副总统这批人说还是不行，他可以再提出说我来代理，最后交给谁来做裁决？参众两院。假设各2/3认为说总统没有办法做事情，这个副总统就可以代理到底。但是25修正案的第4节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但是我们好像觉得不陌生，因为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偶尔会出现，但是在实情上运用到川普，我觉得几率是不大，基本上是0。所以25修正案跟过去我们在比较熟知的弹劾美国总统是2回事。那历史上弹劾总统大概好几次包括克林顿，包括这个詹森，川普1.0的时候他也被弹劾2次。但是弹劾要能够成功，基本上也是难的任务，因为众议院可以发动弹劾是起诉，但参议院负责审理跟定罪要2/3的多数，所以基本上就算期中选举之后，也很难达到这样的目标跟门槛。对，所以现在美国的政局也是蛮动荡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浅秋好，各位朋友好。政大国安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上一集我们在讲明天开盘，大概股市大家所有投资人就抓了蛋因为真的不知道接下来的发展会是什么。伊朗这个战事，本来川普还大拉拉宣布即将全面通航，荷木兹海峡永远都不会再封了还要谢谢伊朗。结果大概不到1天之内，马上凌晨，这是4月18号当晚就宣布，伊朗其实在昨天下午我们就看到这个新闻了伊朗的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公开的宣布，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没有解除在伊朗船只港口的封锁，所以呢，荷姆兹海峡立刻关闭，直到美国解除封锁为止。伊朗声称美国这么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还有强调说驶入海峡被视为跟敌人合作。川普既然毫无可信度可言呢，所以所有的船只进入都会成为打击目标。从起不到1天的伊朗、印度这个荷姆兹海峡印度邮轮遭到了袭击，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声音可以听听看，当时邮轮船长不断的拜托不要打我发出了呼叫或警告但没有用，还是船只跟船员还好是安全，但仍然被攻击了。听听看这段画面。Sepa Navy, this is Motor Tanker Sanmar Header. You gave me clearance to go. My name second on your list. You gave me clearance to go. You are firing now. Let me turn back. 显然这个话是说我在你们可以核准通过的名单的第一个，是不是已经经过了不管有没有付保护费、过路费还是什么原因？但显然伊朗此刻到底是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吗？就是不让他过，所以还是攻击了。因为由这几个新闻里面可以看到，伊朗内部其实意见是很不一样的，有主战派，有主和派吗？像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再次封锁海峡里面，就这个内容里面特别海军的宣告里，我们会听从最高领袖穆基塔巴下令，而不是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推文。是谁呢？外交部长吗？听听这段话。In Persian Gulf and Oman Sea, this is Iranian Sepa Navy calling you on Channel 16.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still closed. We will open it by the order of our leader Imam Khamenei, not by the tweets of some idiot. 所以在伊朗自己领导阶层里，当然有不同的意见，而川普谈的是谁？那么是不是真的可以促成真正的他想要的停火的谈判？看起来难度很高。其中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所发生的内容里头，都是说伊朗海军已经准备要给敌人带来新的惨痛失败，都是非常高的呛虾跟开火的讯息。伊朗议会的委员会主席也一样，现在是时候要遵守荷姆兹海峡新的规则。这些规则是谁定的？是伊朗定的。谁开放，谁可以过，都是伊朗说了算，并不是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的这些贴文。所以伊朗革命卫队高级顾问讲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停火跟以色列都在我们的刀锋之下，我们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所谓会制胜的牌。还有什么牌？川普过去老是讲别人没有牌，那么到底现在还有什么牌？他们说在地下设施大规模继续生产飞弹、无人机。德黑兰已经做好准备，一旦战争重燃，会立刻发射新型飞弹这个新型飞弹是什么呢？待会我们下一节可以好好来讨论一下。但是光是川普的反应态度就可以值得的观察。川普第一个反应是说，伊朗有点滑头，不过呢，我是不会接受勒索的所以还是在谈，他没有放弃。接下来今天结束之前，美国的时间结束之前，会有一些新的资讯。伊朗表达收到透过巴基斯坦转交美国的新提案，还在 check， 还在审查，是不是能够接受？美国媒体报道，川普已经召开白宫的战情室的会议，尤其是他接受电话就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说，他谈什么呢？这个出席战情室的内容里的人里面包括了副总统 Vance 国务卿国防部长等等其中参谋首长联席会的凯恩也出席了会议所以白宫拒绝对这个
报道、发表评论，但总统自己讲啊，川普自己讲啊，当天呢讨论荷姆斯海峡的危机，其实是还是很有机会，他希望是可以谈下来的哦。所以不只是荷姆斯的海峡的船只哦，美国现在也准备全面要升级吗？一边要谈，一边要打，一边把战事整个准备升级到个什么程度？就是不只是在伊朗荷姆斯海峡附近的船只，准备在未来几天拦截登检的地方，由伊朗的油轮呢或船只呢，是包括了全球，包括中东以外，在其他的海外的地方也都可能会被美国拦截甚至攻击吗？那么阿帕契飞越了荷姆斯海峡，美国军方封锁对伊朗的海上的各种交通措施仍然持续在进行当中。老师，在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束之后啊，4月13号、14号的时候，川普就宣布要对伊朗的港口进行封锁。他本来是说要去封锁荷姆斯海峡，但是做不到，所以这种封锁期封锁，也就是伊朗封锁荷姆斯海峡，那川普呢就封锁在伊朗在波斯湾以及阿曼湾的所有的港口。然后呢，以色列跟黎巴嫩大概在16号、17号的时候签署了一个10天的停火协议。伊朗立即的就回应说，这是一个正面的，所以伊朗愿意有节度的开放荷姆斯海峡。3个前提：第一个，军舰不行；第二个，要照伊朗的指定水道；第三个呢，要和革命卫队协调。这个革命卫队协调就是要得到同意，那或者是呢，你有缴费。所以这3个前提，然后他要求美国，你封锁伊朗的港口，你也要有所这个。就是说停滞，那结果差不多不到1天，我们刚刚就看到这个前球所说的，那伊朗就说你美国持续还是在封锁我的这个港口，从刚开始的前面6艘的出自伊朗港口的船舰被要求折返之后呢，到昨天美国宣称有25艘，伊朗没有强行的去突破美国的封锁，但是呢，伊朗就觉得我既然都同意。荷姆斯海峡有节度的开放，你为什么还是在封锁我？所以呢，它基本上就是等于是重新的关闭。那印度的这艘船，我觉得它大概是取得了同意，但是没有明确的缴费啊。印度有一点滑头啊，有的时候真正的滑头的不是这个伊朗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现在双方的这种相互封锁，有一点像是一种赛局。什么赛局呢？这种懦夫或胆小鬼赛局。就彼此面对面的往前撞，看谁先退后。那这个就比什么呢？就比谁有抵抗力，谁能够忍受的能够忍受的比较久。什么意思呢？伊朗其实忍受什么？也就其实美国持续的这个封锁，然后呢制裁，这个从40多年前就开始，这次的战争遭受到严重的损失，然后呢这一次对伊朗当然的港口的封锁。许多的油没有办法出去，那其实主要是往中国大陆，但中国大陆也在做协调，那以及往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占少数。但是对荷姆斯海峡的封锁，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40多天来，造成全球的能源、经济、股市严重的受创。现在甚至原肥料、氮气跟台积电的半导体生产有关以及2氧化碳，美国人快不能喝可乐了。这些其实都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影响到美国的就是通膨。美国现在 CPI 公布 3.3%， 那其实已经蛮高的了，失业率来到 4.4%。然后呢，美国的油价，美国人现在一边加油一边在骂川普，因为油价不断的就是在飙高，平均大概来到5块或更高的地方。然后呢，美国现在内部很多人说要弹劾。甚至指责川普，尤其川普在这个时候还去跟川普跟那个教宗去吵架，指责教宗。那教宗代表的是这个在这个事件当中良知跟道德的这个制高点，结果川普就指责教宗，所以内部有很多人弹劾也许不一定成功，但是呢，使得年底的启动选举呢，会使得川普陷入困境。所以到底谁能够坚持下去？而川普还有什么筹码？他能够再发动全面攻击吗？我想他不会。他能够去夺岛吗？也不可能。他能够进一步的去封锁港口，那这个会产生更多的在后勤、补给士气以及美军的弹药的这种就是说持续的供给上面。
然后呢，美国的盟邦国家开始在就是要走第3条路，就这2天，英国、法国主导的30多个国家，大部分是美国的同盟国家，要在巴黎开会，也邀请了中国跟印度，但这2个国家现在没有回应，要跟伊朗去谈，直接谈，也就是你们打仗，但是呢，我是不是能够跟你谈一个方式，由我们的这些船能够离开荷姆兹海峡？那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你看到，其实美国现在是背负受敌，川普是背负受敌，而他不断的在讲一些就是不正确、说谎的话，就让我想到川普他妈妈曾经讲过一句话，川普妈妈说：“我这个儿子不能搞政治，搞的政治会有极大的灾难。”现在我们看到了，不只是那种暴冲的政策，更严重的是他不断的说谎，他不断的夸张，不断的碰风，所以现在谁的话能够相信？至少一点很确认的，川普的话不太能信了。大家好像也是这样他的公信力在全球几乎已经丧失了。小舰长几个礼拜前曾经在我们节目上预言说，美国即将动用地面部队，但现在为止，川普看起来还是只是想塔口，想尽办法让战争结束。问题是现在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得到缓解呢？他是希望不要动用地面部队，但是呢，这一步一步，我们讲说这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会逼着他走上这条路。川普如果要塔口，很简单，他只要把这个舰队召回就好了。可是现在整个海军舰队没有那个召回，而且还是不断的投入这一个印度洋或者是以色列的东地中海的部分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他在这边讲 Sepah Navy， 这讲的是什么？这讲的其实也就是伊朗的海军突击队那也就是实际上一开始对这一些油轮进行管制的是伊朗的海军突击队那相对于呢，我们讲到说这个武装部队的这一个回答是现在是严格管控。为什么严格管控他们讲的很简单因为美国现在对伊朗进行封锁。那至于进行封锁是不是那使用水雷呢？那有很多人说是水雷那其实我们看到如果透过英国的海军，他的说法是，其实它是那个炮艇那这个炮艇呢，其实它使用开炮而已，开机枪而已，它连炮都称不上。那另外一艘船呢，它是被不确定的那个弹头攻击。我们看到如果是被水雷攻击，它会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看到这个迪利波里号，这是上一代的迪利波里号，不是现在在印度洋部署的迪利波里号，它被水雷打到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它的舰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例也就是它的洞很大。那我们讲到说，现在这一个伊朗的海军突击队呢，它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听它的相对的指挥的话，我们看到这3艘小艇后面还有1艘，它就是这样，然后接近你的那个舰艇，然后呢，对你的驾驶台或者是对你的车舵进行攻击。那其实这也就是最糟糕的部分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担心？真正大的原因在这里那我们看到那个，如果看到 ABC 它的报道的话，那个2艘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呢，在霍姆兹海峡遭到炮火袭击之后，印度召见了那个伊朗的大使。但是我们看看这一个川普他怎么说？他说那个其实他们想再次的封锁海峡，就像他们多年来一直做的这样。他们为什么一直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个地理因素是除了核弹之外更有效的部分如果说我们看到在之前那他们开放的时候，所有的船都急着通过霍姆兹海峡，可是从我们看到这是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霍姆兹海峡已经没有船了。那这个没有船的状况，也就是大家还是会怕到攻击而且所有的这个保险公司以及再保公司通通不让你那个进行不让你通过免得他要赔钱那我们看到现在他们要制止小艇，也就是中央司令部，他们决定派出阿帕奇。可是派出阿帕奇，你的反应速度虽然快，
可是我们讲到啊，没有那些小艇快，那些小艇呢神出鬼没的。所以我们讲到啊，这些小艇虽然我相信啊，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对称的作战，可是那是有地理上的一个因素存在。关于那个叫蚊子艇，我们待会下一期来详细讨论。林老师，我觉得川普啊，你看他讲的这一句话，他多生气，他 they got a little bit too cute 啊，就讲说他们，你看我们这边翻译成什么？说他的滑头了，这不是你的行为吗？你一向就是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很 cute， 一下欺负人，一下，我觉得今天伊朗就是等于是以其道还治其人啊。你认为他今天应该会开放了，他就来一个说，我也是不可预测的，我也再封锁一下你。所以川普现在碰到的就是说，是完全在他预估，或者说我们这样讲，我们现在我的研究单位也在做这种兵棋推演嘛，这个都不在他兵棋推演的范围之内的很多事情的发生，所以川普才会这么紧张。那我们最近也看很多这个美国的媒体的分析，就认为说，从2月28号到现在，整个的过程几乎就是乱了阵脚，失控了，就失控。而且是乱了阵脚，就是说完全不在他的估计的范围之内。我认为就是你前面一个委内瑞拉太顺利了，让你轻敌了，让你完全就是觉得说哇，我们按照剧本走，完全都说按照我们的剧本，你看很顺利就把他逮回去把马杜罗逮回到美国去了。那伊朗我们是希望他就是把他这些头给打掉之后，大概就会乱掉，然后就人民会起义。结果现在不是这样，那然后再加上你自己认为说，一开头他打伊朗的时候，之前还讲那个时候说我要把油降下来就是一定要保持通货膨胀不能再升高。结果他现在打了之后，油等于是平均大概至少是30%以上，就是涨幅，那可能还会再继续增加。那对于一个倚靠石油，包括你看美国不像台湾这么多的这个大众捷运大众运输系统，然后大家要开车这个油，然后呢快要到暑假之后，又有一大堆要这个出去旅游的这个使用的油，然后加上美国这么大一个地方，飞机对，还有我看的最多的是，因为我有同学在那边做过这个，就是开大卡车运货的，哇，那些成本高多少所以我觉得川普你的目标完全没达成，然后呢你没有计划好，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攻击之后，现在碰到一个伊朗真的是很滑头，是因为是跟你学的就是你怎么玩弄，你看玩弄盟友，一天改一下，他也这样子，我也一天改一次我的政策。那我觉得这个是对川普大概他认为说我都可以把人假狼告，结果没想到伊朗不是的，吞不下去没有那么容易吞下去，所以我现在觉得川普大概是真的是肠胃不好了。如果按照现在目前媒体的报道，大概是20号，美伊有可能在进行第2次谈判，有没有可能成型不知道。但是到底谁手上还有牌？伊朗有牌吗？伊朗现在被媒体报道说，其实他警告我还有牌，我的牌是绝地大武器嘛，说他们发出严厉警告，如果战争重燃的话，要发出的武器叫做新开发出来的飞弹，叫纳斯鲁拉，就是可以打到射程2000公里。那整个中东区域都可以包含在内。如果这个重新评估停火协议的稳定性的时候，伊朗说我们有可能就发动新一波武器。川普不是说他已经没有空军、没有陆军、没有海军，也没有飞弹了吗？他这个武器怎么回事？所以在这个来自于印度的报道讲的比较严重一点，他就说他已经直接标题很耸动的下 The Third World， 这第3次世界大战很严重，因为华盛顿一片恐慌。一旦伊朗展示的这个新型飞弹的确存在而有杀伤力的话，数量多少不知道的话，那就会变成海湾地区进入了高度警戒，可能第3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吗？因为很多的资料显示数千枚飞弹跟隐蔽发射设施还是在运作在地底下呀，是美方打不到的呀。那刚刚讲到作为小船是怎么回事，被形容形容词叫做蚊子 mosquito boats， 为什么蚊子舰队呢？因为它很小。它虽然是小型的舰队，可是呢，它配合无人机加上岸边的导弹、岸基飞弹一起组合起来之下，
造成了现在这个石油生命线荷姆斯海峡没有办法，美国完全控不住，完全是由这个伊朗所控制。因为呢，数千艘小型快艇攻击艇虽然小，但是小兵立大功，却让这个海峡完全受它的控制跟摆布。武器库存里头，在很多外籍媒体的盘点呢，美国情报评估显示，还有《纽约时报》也报道，几家美国媒体都这样报道，就说伊朗可能还拥有战前大概有70%的弹道飞弹的库存，至少还有60%的飞弹发射器，几乎保留了大概有40%的无人机的武库都还在的话，那川普讲说全部被他打掉了，什么都不存在了。连领导阶层也被打掉了，这个话就变成是直接被打脸，全部一个都没有实现。而伊朗现在内部正在抓一件事情，除了刚刚讲到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的意见的派系之外，抓泄密者。没有忘记那个时候一锅端把他们领导阶层全部端掉的原因，就是因为内部的很多的间谍在其中，情资外泄啊。所以伊朗这次逮捕了127人，说指控他们正在为敌人的军事攻击做准备，间谍罪名之名直接拘捕。那伊朗也再次的封荷姆斯海峡之后呢，革命卫队还破获了美、以、英3个国家的间谍网路，说侦破了，你们接下来没有办法掌握我们这些讯息了。那么行动的范围呢？这些组织呢，涵盖了东亚塞拜然省这些位置哦。其实显示局势不只是在军事对峙，连情报战，现在伊朗还有办法可以打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被川普认为已经被他打趴打垮，显然全部都还可以跟美国抗衡。而川普呢，因此这个局势有没有办法控制？他面对媒体的谈话，他是尽量希望保持正面。听听他怎么说。Something at the White House when this all does end, when you are able. We'll have a party. It would be great. Hey, we've been pushed around by Iran for 47 years, but not anymore. 他是说要开 party 的，是有庆祝。那庆祝什么呢？接下来可能有更重大的消息吗？那伊朗的议长说，美伊之间最终的协议仍然在互相条件里有很大的差距。之前是说他讲说今天结束之前会有好消息，是川普提的，但有没有可能呢？川普在记者会上，白宫里记者会现场突然问到这可能的问题的时候，他把记者赶出去。听听这段画面。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ran later. We have very good conversations going on. It's working out very well. They got a little cute as they have been doing for 47 years. Well,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and it's going to be. Thank you very much. 他讲一个出去，就当大家在问说奇怪，你讲了这么多的利多消息，是针对股市吗？那你这么多的利多消息跟实际发生的情况不一样，伊朗方面是怎么回应的？还是没有要进一步回应的意思？杨老师，其实战争打到现在如果刚开始川普跟他的将军们觉得说，一致的斩首行动把哈梅尼跟他的48名高层都炸死，我们就停止。就跟去年去炸伊朗的核子设施一样，但能不能做得到？我觉得今年跟去年就不一样了。去年你去炸核子设施，今年你是把他的高层都给端锅了。当然，伊朗会反击了。美国当然也持续的跟以色列进行轰炸，超过15000个伊朗的目标被美军轰炸，以色列更多，所以。过程当中，美国就以为说，他的强力的轰炸会使得伊朗整个军事神权政府瓦解，然后呢，世俗派跟抗议者就可以就是起来，然后呢，这个争取取代伊朗的神权政府。这个剧本没有这样走。伊朗其实在2021年，他就对外等于宣布了，他发展出一个新型的无人机沙赫德136号。今天。《纽约时报》好大的篇幅介绍这个无人机沙赫德136号，造价35000块美元，然后呢，大概3公尺、4公尺这样的宽度、长度，可以飞行，居然来到2000到2500公里，低空不到大概600公尺以下的低空，甚至到60公尺所以你雷达侦测不到，慢速多。也不是太慢了，185公尺，185公里每个小时。它前面的弹头装可以50公斤的炸药，后面就是用一个马达
大概比那个摩托车的马达大小，然后用一个螺旋桨，它是用惯性的弹射出去，然后呢到尾端用 GPS 来这个导航，尾端的时候呢还可以用视讯的去就是做目标的攻击。这整个过程，今天的《纽约时报》讲得很清楚。伊朗把这个无人机卖给俄罗斯，俄罗斯把它改造之后呢，用在俄乌战场上。现在光这个无人机，我们还不讲弹道飞弹，就把美国跟以色列以及海湾国家这些军事基地打得无法招架。美国在这里的军事基地，以及包含雷达、弹道飞弹的这个防御体系，萨德、爱国者，通通被炸掉。然后呢，船舰不敢太过于靠近。这个已经到这种地步，这个完全就叫做真正的不对称作战。那当然，一个前提是伊朗它在高原堡垒之上，然后呢，还有它地理地缘上控制赫尔木兹海峡。现在一切就是以赫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为基础。那美国呢，也没有办法去做所谓的扫雷，也没有办法去这个夺岛，最多只能在远方的去拦阻船舰离开伊朗的港口的时候呢，要他们回去。现在川普又来了一个新的一招，他是说我要针对全球跟伊朗有关的船舰，我要开始在做，就是说这个等于是控制。那有两种，一个是离开伊朗的影子舰队或幽灵舰队，也就是基本上在国际海域再去那个卖油的这些舰队，这是出发自伊朗跟伊朗有关的。另外一个呢，我就很难做到了，也就是要前往伊朗运售这些物资，可能是贸易物资，可能是人道物资，也可能是两用物项。这个就来自于中国大陆、印度、巴基斯坦跟一些其他的穆斯林国家都有。那你怎么去拦截他们？你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吗？你拦截之后会不会形成更多的中美之间或者是跟穆斯林国家的问题呢？所以我觉得川普已经没有招数了，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办。那他的将军们呢，也不知道怎么办。打到这个现在完全不照剧本走，你真的要打到高原上去进行地面作战，其实你不要忘记美国那个 F-15E 的飞行员不是掉下来吗？然后呢，美国出动125架飞机去救他，中间包含2个大型的运输机，然后呢，超过100名的特战部队。结果他们知道，后来这2天美国内部都在问，告诉我们这个真实的故事，完整的故事。他其实同时在解救飞行员之外，他同时要去夺取伊朗的浓缩铀，结果失败收场。失败怎么失败？把2架运输机、4架直升机通通炸掉自毁离开。他真能够进行地面战争吗？是不是又另外一次的自取其辱呢？曹舰长，我们讲到这个纳斯鲁拉这个飞弹大家说是最新的。那为什么是最新的？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一个伊朗的革命卫队的发言人，他早就说，我们之前用的都是旧型的，也就是流星1、流星2、流星3，包含尼什，通通都是旧的。那他们现在新的要出现了。那我们讲到说，纳斯鲁拉其实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来看如果按照公开资讯来讲的话，它第一个，它透过了人工智慧来让它的这一个这个导流器，这个不是这边的其实是它弹头后面的，也就是它有燃气舵的这个部分那让它能够更精准。第二个就稀罕了，为什么？因为他讲到说，它完全的移动都是透过自主推进的车辆，也就是无人驾驶车，然后到达定位之后直接举升发射。那这一个飞弹，难道以前真的没看过吗？其实以前看到过，只是因为伊朗的飞弹形式太多了，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一一的比对。我们之前有看过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其实也就是纳斯鲁拉，因为它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双锥体，然后可控制舵，那也就是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当初对于伊朗资讯有认真研究过的，你早就应该知道伊朗为什么这样做，伊朗为什么要有2000公里的这个飞弹，甚至之前还有发射到那个3826公里，要打到
那迪亚哥加西亚岛的飞弹，因为我们来看看伊朗的地形啊，伊朗的地形就正如刚刚杨老师说的，它都是高原。那问题是这高原呢，而且之前大家也对于伊朗没什么兴趣，也就是呢你的这一个卫星呢拍的不彻底，它藏在这些山里面，而且它越来越向东边靠的时候，你现在打的都是西边的部分，东边的部分呢，它里面一定还藏有非常多的飞弹。除了飞弹之外，还有什么？还有飞机呀！大家都认为它没有空军了，可是它的谈判代表出国的时候，是不是派了这个幽灵4？那幽灵4这种飞机呢，虽然旧，可是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一个地下机堡，是不是跟我们台湾的加山计划很像呢？那我们讲说他们现在这都是文字舰队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各型飞弹的话，另外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它有这么多的一个蚊子艇啊，它的小艇这么多，它上面可以搭载这个火箭飞弹，它的那个更小一点的，我们来看看它这里面装的是什么，通通都是飘雷啊。这个也就是伊朗早就展示出来它的一个地下储藏的实力以及它攻击的方式，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田老师，我必须要用我的狗来讲一下国际关系啊，因为我的狗啊，出门之后带它去遛的时候，它喜欢去追猫啊，然后呢追哪里的猫，躲在车子底下的猫，结果一进去卡在那里，被猫抓脸抓伤了。这个战场不是你的战场啊！你今天美国也是一样，你今天去伊朗这种地方就不是你的战场。荷姆兹这么狭窄，人家那么容易来打你的，你们去卡在那里干嘛？所以我觉得你要挑对你的战场。狗不是很聪明，不是，他就是你搞不清楚状况，就是这个不是你的战场嘛啊！你战场是 open field 啊，这个可以，但是这种地方就不是。所以我觉得今天美国就是完全没搞清楚，有些地方你美国对你的这个整个的军队的你的优势不在这个地方，那你就要稍微谨慎一些。可是美国因为打惯了他这种有优势的地方，他会觉得说这个他可以做，所以才会造成我觉得今天这个被伊朗打脸，然后现在又看起来说，你不是说把它都已经打烂掉了吗？对呀，什么都没有了吗？Obliterated， 我去查了一下英文啊，是100%啊。你为什么不用 decimate 啊？就是说大概去掉了90%、80%这样的比例，稍微像样一点。你喜欢用夸大的语言，结果几乎是把伊朗灭了。灭了。结果现在人家说还有70%的飞弹库存。所以我觉得川普很尴尬，就是因为他最喜欢用英文里头的最高级都是 EST 都是最这个从来没见过我们打的是最棒的，有史以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他还用最，那你要用最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把他们打烂？好像看起来没有嘛。那所以我觉得川普常常被自己打脸。你看他现在又说了就是说觉得说今天好像还是可以继续谈判。我觉得你最好不要放，你是不是又想炒作股价了或者说炒作油价了？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好的。川普应该真的听听马克宏讲的，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领导人，少讲2句话，事情出来一些，你让你的幕僚讲，他们可以帮你，就是说万一错了，你还可以出来骂他们说怎么会估错了，为什么要自己先站在火线上面？这个跟国际我们讲说，包括任何的谈判他们都是先从稍微低阶一点的幕僚先去谈不拢了就算了而不是说你这个主帅，当然他没有出来谈，可是你自己在后面一直讲话，好像你在随时掌控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对川普非常不利。那他这样今天继续这样走下去，你会发现他很容易易怒你看刚才那个记者会就是这样，就是他觉得说你们好像不了解我，你们就是想套话，想批评我，他就就是走中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川普未来都要注意的，因为你不断的展现出你失控，那大家就要想到说，美国宪法25条修正条文好像可以请副总统上来，然后请你下了，因为你无法事事没办法这个执行你的这个职务了。那我觉得川普应该要担心这个了。